大家好，我想今天给你们介绍这个大键琴。大键琴，我刚才是谈了一下，就是怎么跟钢琴差别那么大？那我想一步一步的给你们介绍。刚才我先把它打开，我把那个盖子再打开，那个声音会再响亮一点啊。这样，这样声音就比较大。我想慢慢的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，我们德文叫 cembalo， 但是中文叫大键琴。当时这个乐器叫做他们称呼是 Flügel 就是翅膀的意思，就像那个英文的那个 grand piano 我们德文现在也是叫 Flügel。所以你看这个翅膀好像那个天使的这个翅膀，这个形状是有点像那个像竖琴一样，因为它低音的那个弦很长，那个高音的弦很短，所以很自然就形成这个形状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仔细看一下这个大键琴 cembalo。你们看看这个黑键，应该是白键，钢琴是白键，大键琴是黑键。相反，它的白键是钢琴的黑键，什么道理？可能是传统的这个做法，我也不知道。这个大键琴任何部位都很轻，跟这个平台钢琴比起来很轻很轻。这个是可以调音的那个弦的那个地方哈，那个弦它有3组啊。那为什么要3组？你每一组弦它的音色不一样。你看到这里它有写8，那边有写4。8的意思就是8个音池，就是这组的最低的音就是这个 C， 不是。如果说你管风琴，你要一个管子有这么低的一个音，你需要8个音池，一个音池差不多30公分呐，那8个音池就等于是2米4。这么大一个管子啊！这个管子，我是因为他们把那个管风琴换掉了哈，我就跟他拿这个管子啊。这个管子才80公分，它是一个 G。那我们刚刚看的是这个8音池的这个最低的弦啊，这一组我觉得是这个大键琴的基础，这个看起来比较结实，这个音哈是最实在的，我觉得啊。那另外还有一个8个音池的，就是这上面的。这个音比较尖，好像听起来比较远，跟这个吉他有很类似的这个
这个原理。你吉他弹的时候，在中间的那个音会比较厚。你如果是弹上面的或者在下面的音，好像没有对侧这个声音那个洞哈，会那个音会比较薄。同样的道理，那个高度是一样的。还有一个4，那个是高一个8度，整个。我把其他的都灭掉啊，只剩下这个。光听这几个音哈，你会觉得可以拍这个恐怖片的，我觉得很神秘的哈，这个音非常神秘。那你现在可以换来换去的哈，或者说你可以把它连起来。我如果说全部打开，全部拿起来，然后2个这个键盘合起来，这样，这个音是最响亮的、最大声。如果说我把下面，然后挪到上面去了哈。哦，对，我忘了，这个还有一个功能，这样音就好像那个琵琶一样。所以你全部给它换来换去的，或者说给它组合，你很多很多的不同的这个音色。但是最大毛病就是说，你不能一个音，你不能按照你的这个触力啊，按照你的触键改变这个音色跟音量，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你只能这样的。但是有机会是说，你可以把这个音稍微长一点，譬如说我弹这个，如果说我把音，我不会马上给它放掉，我把它再抓长一点哈，这样会显得比较大声一点呢。有这些专门的技术，我现在不要再谈，会那个话就会很长。这边还有一个盖子，这个盖子需要把这个东西盖起来。你说它有什么技术在里面？它有什么机关？它的机关就是这个叫做推杆，德文叫做 Springer， 因为它会跳。你刚才有没有看到弹的时候它跳？我如果说没有把它盖起来，有的会跳上去，然后跳不回去，所以这个不能，那个音就空了，就没有音。这边有一个拨子，这个拨子普通都是这个羽毛，用那个老鹰或者是这个乌鸦也可以啊。但是这个比较快磨损了，所以我们现在一般都是用塑胶的。但是你可以知道说，以前都是用非常天然的东西。我们这里有一个弹簧，这个弹簧以前是用什么？用那个野猪的毛，这个它的背的毛，因为不会坏，这个好像不会腐烂，所以这个可以用很久很久。那这些木材有什么梨的啊，有什么块木啊，有不同的木材都有它的功能，所以我觉得很棒。他们那时候那个技术用得非常好。那这个是灭音的，它跳这个收回来，再下去哈，这个音就灭掉了。所以还是把它盖起来好了。
这个大键琴呢，我看这个大概有40年了，所以很年轻。大键琴的历史很久，700-800年都有了。我们那个钢琴呢，这个什么时候发明的？钢琴差不多有300年的历史，所以钢琴算是比较新的技术。钢琴的机关蛮复杂的，你看，这个是这个键哈，我按下去，这整个都在动，动的地方一定会磨损。所以你钢琴要好好的保养，你必须把一些零件按时把一些零件换掉了。最磨损的就是这个地方，你不换哈，这个以后它发出声音有问题，可能很容易卡住了，或者会叽里呱啦，出一些很奇怪的声音。所以你看，它这个机关是相当复杂的，这个都可以换掉啊。你跟刚才那个比起来，差多少？所以这个后来很不简单，发明这个东西，主要到底是什么？它这个锤子哈，它从下面这样敲这个弦，但是它不能贴着这个弦，你贴着弦没有声音啊，所以它一定要再下来哈。下来的时候，它要把它接住了。所以它有很多弹簧啊等等啊，蛮复杂的啦。要把这个保养、把这个调整很不容易。我们的琴差不多5年调整一次，一般人根本除了调音以外都没有什么调整。你们有那个老琴，想一想哈，调整好了。现在我们用什么东西来证明我们这个高科技啊？我们那个技术有多高？我们是用汽车，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什么机器啊？当时啊，也是用这个琴，说我们这个琴已经做的有多么好，所以以前有一些传教士，葡萄牙的传教士好像是最早到中国去的。他们拿什么东西？他们就拿一台这个大键琴，拿去送给皇帝。这个是在1601年的时候，他们送给这个明代的末代皇帝万历皇帝。那后来呢？这把琴怎么办？怎么处理？康熙也在学。康熙应该是差不多1680啊，1690。那时候那个琴好像还没有坏，所以就是还有一个传教士给那个康熙上课。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啊。这个弹起来，我觉得很好玩。除了声音以外，你弹起来好像，因为它是用那种拨弦的这个技术，不是锤的，所以它一切都很秀气。那你要即兴弹奏哈，你都可以用这个比跟那个钢琴好像更方便一点哈。唯一一个缺点就是说要常常调音，那个音很容易走掉。我相信你们大概家里有这么一把这个大键琴比较少，所以我们以后介绍巴哈的曲子，我们就不用这台，我们还是用我们的钢琴，这样你们比较容易可以接受这个技术。